我們今天來到了彰化的員林。上次呢，我們拍完彰化市美食的時候呢，就有網友私訊我，跟我講了很多員林的在地好吃的美食。我看了之後超級心動的。剛剛一查才發現，原來員林是彰化的第2大城市。那請問第1大城市是哪裡？彰化市啊！人多的地方就一定有好吃的。我今天就是要帶許先生來吃爆員林美食。那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 go go！ 我們要去買玉蔥，不過呢，人家1點打烊，我們現在好像已經是12點51分了，不知道買不買得到。不好意思，我要1份玉蔥。30好。我終於買到我的玉蔥了。我們第一間來到的是東門賴記碗粿，他們家呢有賣碗粿、菜頭糕，還有最特別的玉蔥。玉蔥啊，它是一個快瀕臨絕種的食物，你在其他縣市完全都沒有吃過，就只有他們員林這裡有賣。好神秘哦！它是有點類似菜頭粿的粿體，中間呢有刨入的芋頭鉗，它表面還會撒上大量的炸過的油蔥酥。我剛剛有偷吃一口。那個油蔥酥好酥脆哦，剛剛淋上了這個精神靈魂醬汁。本來以為它醬汁會很濃郁，會很鹹，結果不會，意外的很溫和。它中間那個藕槍啊，我看到真的是大為心動。它的芋頭好大一坨，天哪，我要嚇死了！我的媽呀，剛還想說30塊，結果這個芋頭量有夠便宜，這麼大一塊30塊，員林美食很棒哎！我的媽，我來沾一下它那個醬汁。他們的玉蔥其實就是軟嫩的菜頭粿，包裹着一大坨的玉籤。它裡面有肉嗎？我沒有吃到肉，我吃到的全部都是芋頭本人啊，都是芋頭碎就对了。它裡面的芋頭呢沒有經過什麼調味。就是把芋頭刨成絲之後蒸過的味道，它本身芋頭其實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味道，是鬆鬆軟軟的口感，再加上外面那個醬汁，那個醬汁真的是加的好，加的棒，又不膩，加的呱呱叫，還加一點點淡淡的甜味，好讚哦！這一個30塊，拜託你們來給我買90塊、100塊，通通都沒有問題。這一份60塊，香蕉煎餅60塊，總共加了4條半的香蕉。你知道我為了等你買這個香蕉煎餅，我坐在台銀的騎樓跟流浪漢一樣，剛剛差點有人投錢給我，因為真的等太久了，等了30分鐘。不過我可以體諒他，因為呢，他一次最多只能煎3個。我覺得我真的可以體諒他。來跟大家講一下，你今天買這樣多少錢？哎，不是一個香蕉煎餅，再加1杯泰奶綠105，這個45塊，45塊，這個60塊，超重的，超便宜耶！剛剛老闆娘做完這一杯的時候跟我說，這個是他們獨家的配方，他自己有調那個奶水跟煉乳的比例，很好喝哎，還不錯，還不錯。我剛好偷喝一口，它的綠茶非常的清香。這杯45塊值得買，但是它的香蕉煎餅更值得買。這樣子60塊，我覺得太誇張了。我本來看他在切的時候啊，想說第2條了，差不多了吧？沒有，第3條。第4條，再加半條，4條半。它現在一個香蕉煎餅裡面有4條半的香蕉。是的，現在香蕉很便宜，也不是這樣搞的吧，兄弟？口味上面呢，可以選3種，一份可以選3種口味。這樣子60塊啊？這樣子60塊，沒有誇張，這樣子60塊。好扯哦！裡面的口味啊，我剛剛看台面的口味啊，有巧克力的啊、煉乳啊，還有草莓的。你們如果要加起司的也可以，都很便宜，加10塊。哎，還可以加花甜粉，加5塊。太扯了，這個是來做善事的哎。它最用心的，除了香蕉的量之外，還有一個地方，我的每一面，它這個立體方塊的每一面，它全部都煎過，就是這樣子煎，所以才要等比較久。可以體諒，可以體諒。剛剛口味選擇上面啊，我跟前面的大哥討論了一下，因為大哥就是看我們排隊，他也來吃，他是在地的大哥。他跟我講說，哎，我要跟他們點一樣的。大哥，我第一次來的。我很尷尬哦。大哥也很帥哦，大哥。但是我立馬跟他推薦網絡上面最流行的2個口味，巧克力跟煉乳。先吃，先吃，先吃。來，開動，開動，開動。來，乾杯！你看，我拿巧克力的，你拿煉乳的。每一面都煎到超級完整，金黃色的。而且呢，因為它加的香蕉量很大，所以它是立體方塊的。我們之前吃的香蕉煎餅是不是塌塌的？没有，它很厚。它不是立體方塊，人家外面的香蕉煎餅是立體方塊。
它是長方體，因為它很長。這個是煉乳口味的，是不是？你看它香蕉有多厚，而且它的餅皮啊，剛剛是老闆娘現拉的，她就把邊邊角角全部拉開，再塞滿的香蕉，因為它的香蕉量很大，所以它餅必須要拉得很開。你有發現它吃起來是鹹甜口味的嗎？因為它的餅皮呢是微微帶一個鹹味，再加上煉乳跟裡面的香蕉，它裡面的香蕉是帶一點微酸的，所以你吃起來就有點酸酸甜甜又鹹鹹的味道，很好吃耶。我覺得煉乳比巧克力好吃，但巧克力也不錯。老闆娘很貼心的告訴我啊，因為他們剛煎完其實是酥酥的，你盒子不要馬上蓋，因為你盒子馬上蓋啊，它會有水汽。建議你這樣子直接帶回去，或者是現場在旁邊吃就好了。這個60塊你們買到它，拜託再加一個太難。我跟你講，它這個60塊是因為現在香蕉真的太便宜了，它才有賺頭。它過一陣子香蕉只要變貴了，它一定賠錢。我下一次來員林啊，肯定會買這一組，等再久也值得。可以，超好吃。我們現在在員林火車站附近，要來找一間很厲害的夢幻三家。但是現在看起來只有一家，什麼意思？什麼意思？为什么只有第2家有開 ？Why？ 他們是兄弟嗎？他們不是，他們什麼關係都沒有。他們什麼關係都沒有？對，他們只是並肩在一起。並肩作戰的夥伴，對不對？是的，1、2、3，這是第3家嗎？對啊，你給我的歷史就是37號啊。對啊，大眾是第2家沒錯。哦，那就走吧。我們進來大眾麵館了，這個是夢幻3家裡面的第2家。我本來預計呢是要吃第3家，不過非洲豬瘟就是來得這麼突然。可惡！我本來跟許先生說啊，因為我是老3，所以我要吃第3家，老3哲學啊。我一直以為夢幻3家他們是3個認識的人，他們是在火車站這邊並列的3家店，而且啊，他們特色就是都賣一樣。我們今天呢，本來是要點他們的排骨飯，不過因為非洲豬瘟的影響，所以呢，現在店家沒有賣飯了，他們只有賣炒麵跟特定的菜單。好險，排骨還有，所以我們今天就單點了1份排骨。最後幾塊了。對，他們說賣完就沒了。我覺得那個非洲豬瘟把它帶進來的真的太多了。太過分。它的排骨是這種非常傳統的炸排骨，蠻好吃的。是你愛的那種粉啊？我愛的。非常傳統。它有點像是我們高雄的那個金百靈。哎，不是，它有點像那個順和那種感覺。啊，乾香。順和排骨大王，它是那種表皮這種很傳統的地瓜粉，然後但是粉的狀況不會太厚。你給大家看一下側面，你看這裡。它的粉不會太厚，有一些這種用地瓜粉的那個粉太厚，那個根本就不能吃。它的粉算剛好。而且我們現在是吃到是炸好放冷的，皮依舊非常的酥脆哦，它沒有很厚，所以你吃起來不會覺得有油膩感，很乾香。好吃。這個我以前都直接單點一塊在路上啃着吃的，加上這種最傳統的胡椒粉，對味，超對味。沒有排骨飯，不過沒關係，我們點了他們的也是人氣招牌的炒麵。它是玉泉辣椒醬，它不是東泉。反正不管怎麼樣，不管什麼泉吶，桌上就是一定會搭這種辣椒醬啊。一吃這個麵我就知道回到我們家鄉了。中部的麵啊，我們以前小時候其實很常吃那種肥肥的，很像烏龍麵的口感。台式陽春麵，很厚。這種麵呢，就算煮好放冷，一樣很 Q。白麵不是白麵，很好吃的。它的是蝦米味道比較重的那種爆香味，再搭一個肉羹湯，它的肉羹湯上面有一點點那種沙茶。今天只吃到他們就是比較基本款的東西啊，這樣吃起來他們東西都有一定的水準，不愧是夢幻3家。但是第1家、第2家、第3家到底哪一家最好吃啊？那邊告訴我們，我們只吃到第2家，好可惜，而且還遇到非洲豬瘟，好可惜。好險還有排骨吃。我要來買蔥油派，一旦礁溪忘不了的好滋味，結果我跑來員林吃。Good， 不好意思，我要點1份，謝謝。來吃蔥第1蔥油派，蔥第1。台灣人真的很愛用諧音梗。這間蔥油派啊，是我員林朋友跟我說，他們在地人很愛吃的一個下午茶點心。可是你第5間才來，你沒有蔥第1。他們家呢有2種選項，一個呢是經典款，另外一個就像我今天點的雙蛋款。雙蛋瓦斯。
他們的做法呢，跟礁溪宜蘭的是一樣的，先把蔥油餅煎到脆脆，炸到脆脆的之後呢，加上蛋，還有1匙的蔥花。這個就是典型的宜蘭那邊的蔥油餅啦。我們典型宜蘭的蔥油餅，它的蔥量首先一定要先夠多。我就問夠不夠？對不起，蔥不是它最大的特色，是它的醬，它的醬好香，好好吃哦。他們有2種醬，一個是味噌醬，另外一個呢是他們自己做的辣醬，超級讚的。味噌醬也是他們自制的。很夠味，一入口你會先被那個辣打2巴掌，打屁哦！接着呢，味噌醬再來補2巴掌，打屁哦你們！我被打得好爽，它的味噌醬有鹹，但是不是死鹹，是自己那種很有韻味的一種鹹，再加上它的辣，它的辣非常帶勁。外面這個酥皮啊，哇，這個酥皮剛炸的，邊邊都還卡滋卡滋的，中間呢咬起來是像麵粉的那種端的麵粉感。酥皮再打你2巴掌。你總共已經吃這個已經被打6巴掌了。沒關係，因為裡面的麵團開始在給我呼呼了，你知道嗎？打屁喲你們！哎呦，對不起，幫你呼一下。裡面的蛋啊，也是2邊都幫我呼一下，很柔軟。算是先扁你一頓，再跟你說对不起啦哈。很好吃哎，它的辣加的夠多，味噌醬也夠帶勁。這個啊，冷掉吃我不知道啊，但熱的吃我保證一定很爽。你們不要在那邊等到回家再吃，現場路邊就給我吃完，好不好？喜歡被打2巴掌的，記得加辣醬跟它的味噌醬。在員林呢，我一樣要找一样伴手禮買回家給我家人。我們找了一間叫蒸包子手作坊，它不是賣包子的，它賣蛋黃酥。我剛剛到店裡面問了一下老闆娘，他們說呢，他們以前的確是賣包子饅頭。接着再賣蛋黃酥，因為老闆是烘焙師傅，結果蛋黃酥意外的爆紅，結果反客為主，蛋黃酥反而太好吃了，賣得太好了。現在就沒有賣包子饅頭了，專門在賣蛋黃酥。我剛剛看到牆壁上，它其實有寫啦，那個老闆之前在彰化某知名蛋黃酥店工作過哦，所以他們家的蛋黃酥呢，口味也是蠻好吃的。我們今天呢買了一個他們6入的蛋黄酥，他們好像裡面有6入、12入跟15入，你們自己看你们自己要吃的量。我剛剛到店裡面的時候，發現他們還有優惠活動，雙11活動哎，他們雙11活動啊，好像你只要有完成他們的一些打卡作業啊，等一下放在這邊給你看，就會有折價。讚讚讚！先來吃，我可是號稱蛋黃酥達人，不好吃的蛋黃酥我等一下就會。真的，我們頻道已經吃過無數的蛋黃酥了。你是蛋黃酥品鑑家 Level 3，我是博士，蛋黃酥博士。他們家的蛋黃酥呢，大小蠻大的哦。不得不說，他們家蛋黃酥在外觀的部分還不錯，很漂亮，蠻漂亮的嘞。底部也是烤的金黃酥脆哦。我要先來吃吃看。我現在肚子很飽。不會啊，你現在很好看。愛吃蛋黃酥的女人最美麗。他們家的這個蛋黃酥，它不是蛋黃酥，它是可頌，它裡面是一層一層一層的酥皮。它跟我以往吃到的蛋黃酥不太一樣，它比較偏餅乾派，比較偏可頌派。咬下去呢，那個酥脆度會讓你牙齒這樣把它直接粉碎掉了。再加上它中間呢，中間的豆沙跟蛋黃，其實它裡面的豆沙跟蛋黃蠻濕潤的。它這個是紅豆。紅豆沙，它這一層外面是紅豆包起來的。他們只有賣一種口味，就是紅豆蛋黄酥。裡面的紅豆跟蛋黃啊，它會融為一體，兩個是蠻濕潤的。再加上外面的酥皮，你一口咬下去會有2種層次感。甜度我覺得大概8分甜左右，所以如果你沒有那麼喜歡甜的人，可能會覺得他們家稍甜一點。但我這個甜食控，我就覺得很好吃。它應該是有3層口感才對，第一個是外面的酥皮，再來是紅豆泥，然後再來是蛋黃。很多人吃蛋黃酥不喜歡裡面的蛋黃，因為會給油，會給掉，會乾，會給。但他們家的不是，他們家的豆沙跟蛋黃會融在一起，融為一體。就是內餡是濕潤度是蠻夠的。對。不要怕它會軟掉或什麼的，不會，它外面真的好酥哦。喜歡吃酥皮派蛋黃酥的人，他們家你一定會喜歡。如果有來員林啊，想要買伴手禮，我覺得他們家的蛋黃酥你可以買回去，家人一定會喜歡的，而且比較不用排隊。對喲。剛剛大哥問你什麼？剛我們在拍到一半，大哥突然騎車過來問我說：“這邊附近哪裡有賣那個知名的蛋黃酥？”就我剛剛買的。大哥，不好意思，我們剛買哦，就在對面哦。太好笑了吧？
不好意思，瞬間變成老熟了。結果我們第一次買大哥，買變老熟人啊，以後都直接我們介紹的。大哥真識貨，大哥。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一系列從彰化商品設計輔導補助計劃裡面脫穎而出的在地好物。這些禮盒呢，都經過設計師團隊的輔導，重新打造他們的包裝跟形象，讓彰化在地的優質品牌呢，能更有競爭力，更具魅力。現在每一個禮盒看起來都超級精緻誒，那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來開箱。第一家白色方塊咖啡工作室的八卦山綠掛咖啡禮盒。他們位在八卦山的山腳下，今年剛好是他們開業滿10週年。這個禮盒把8隻八卦小怪獸跟彰化特色無聊城市的印象融入到咖啡包的設計裡。禮盒的外包裝設計理念呢，是一扇窗開啟彰化的風景，窗的窗戶是一個對話框，邀請大家一起來聊聊八卦，還能把這片風景帶走。裡面的咖啡豆是淺中焙的豆子，可以濾掛也可以意式使用，喝起來是一種順的風味，是一個蠻有設計感的禮盒。第二家順泰蜜餞老字號的寶島四季紅，他們是一間在彰化大村80年3代傳承的蜜餞老店，使用全台各地小農的當季新鮮水果，產品沒有添加防腐劑跟色素。禮盒呈現的鹹酸甜香，象徵一年四季的好味道。橘子乾酸酸甜甜，果香濃郁；蘋果乾口感酥軟，保留果香跟甜味；黃金水蜜桃乾果香 Q 彈；茶葉莓結合了茶香跟梅香，入口還會回甘。脆莓呢，則是口感厚實又爽脆多汁。最特別的就是辣橄欖，辣中帶甜，越吃越爽脆呀。第三家雍子咖啡甜中味米香咖啡禮盒。雍子源自於烘豆師小女兒的名字，她認為咖啡豆就像人的名字一樣獨特，有自己的風格，同時經過不同烘豆師的烘焙手法，讓咖啡散發出獨特的風味。甜中味米香咖啡是在咖啡中加入甜中台梗9號米，用濾掛的咖啡包也能泡出一杯口感不燥、順口有甜味、會回香的咖啡。在濃郁香醇的咖啡味中，有着濃濃的稻米香味，咖啡跟米香交融的那種香氣，充滿了幸福又溫暖的家鄉味，絕對是你沒有喝過的咖啡。第四家三季之果所的三季經典禮盒，禮盒包裝設計使用彰化縣的地圖為意象，正反兩面合起來就是彰化縣的地圖，4個顏色分別代表了彰化的風、土地、農產品跟海洋。禮盒的內容物更是榮獲國內多項伴手禮大獎。招牌的三季芝蔓杏仁酥，一口咬下杏仁的脆香，伴隨着迷人的芝麻香氣跟酥脆的糖衣。特選的麥芽跟海藻糖，還大大的降低了糖分跟熱量。掛山桂圓核桃糕則是使用彰化盛產的桂圓，把紅豆的溫潤、棗泥的酸香、桂圓的清甜跟核桃的甘澀巧妙的結合，長輩一定會很喜歡這個禮盒。第五家正福堂食品廠的香酥時光，彰化社頭飄香半世紀的經典桃酥世家，禮盒設計融合了台灣早期窗花的幾何圖騰，營造出復古感的視覺風格。芝麻酥糖夾帶着微微的焦糖甜跟芝麻的微苦感，酥脆香濃，層次豐富。花生角酥糖甜而不膩，越嚼越香。杏仁桃酥淡淡的堅果香，酥香入口即化。帕瑪森手工餅乾則是散發出濃郁的奶香跟獨特的起司鹹香。太妃夏威夷果仁塔，酥脆的塔皮配上香甜的太妃糖跟脆口的夏威夷豆，真的會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耶。第六個同旺食品的梅製真傳禮盒，彰化梅餅生產製造的專家，禮盒挑選了9種店內的特色商品。黑 QQ 有着濃郁的黑糖香跟梅香，好吃又固味的鮮榨梅子，冰糖雪梨冰片糖，清甜不膩，帶着雪梨的果香。經典的梅餅入口鬆軟即化，甜甜桂花香的桂花梅餅，這種傳統味別的地方吃不到哦。第7家好望角司康肉桂卷專賣店的好望時光，彰化鹿港老街內的人氣甜點店 ，logo 的藍色司康背着麵包超級可愛。司康肉桂卷棒蛋糕這些常溫甜點都是他們的招牌。鹿港烏魚子乳酪棒蛋糕，烏魚子結合乳酪、小農蜂蜜，鹹香濃郁不膩口，表面點綴上乳酪雙花跟烏魚子片，就像鹿港海風鹹甜交織的風味一樣。竟然是烏魚子。我們今天開箱的這些商品相關資訊，我都會放在說明欄，有興趣的朋友就自己去點閱咯。我們要來吃臭豆腐舊電信局臭豆腐，3塊的，怎樣？可以
內用，坐那邊。用餐的地方是這裡，這邊就是電信局，現在的中華電信啊。哇，好隱秘的位置哦。我們的臭豆腐上桌了。我們今天點的呢是3塊，因為它好像最基本是2塊起跳，2、3、4、5、6。剛剛許先生有跟杰杰說他要加一點小辣，但是聽說很辣。怎樣？很辣是不是？不要輕易嘗試哦。太誇張了。這一間呢，它的特色是在它的醬。他們呢，豆腐是整塊一整塊，加上上面一大堆的小黃瓜片哦，現炸的，所以還在冒烟。Oh my god！ 它的醬啊很特別，是在它是豆瓣醬，它跟我們以往吃過的臭豆腐派系完全不一樣。哦，哇，好燙的感覺，很燙是不是？太燙了，因為他們家都是現點現炸的，非常的燙，而且是一整顆。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啊，不爽。它的這個辣椒，我剛剛跟阿姨說，那是香的嘛？阿姨說對，老公而且香嘛？阿姨哦，哎呦，我剛剛還不信，你知道嗎？我想說，哎，老人家就是這樣大驚小怪。我剛剛吃到一下，直接被賞4巴掌。這個就是不聽老人言，不聽老人言，在眼前。哇，好辣！辣醬很辣，它辣醬不知道是什麼鬼東西。哎，我很好奇，它的小黄瓜是甜的嗎？它小黄瓜就是泡菜小黄瓜，就是酸酸甜甜的。哦，酸酸甜甜的。小黄瓜只是一個在旁邊陪襯的小生物而已。豆腐的噴汁嗎？噴汁，所以我要正準備講第2段。是，剛吃到那個豆腐裡面那個水嫩的燙度，又被打了2巴掌。再來就是它上面的這個醬。你還要先吃一口再講，是不是？什麼意思啊？它這個醬我猜是有點味噌的感覺。我以為是豆瓣醬。豆瓣有點豆瓣加味噌的那個感覺，哦，我非常喜歡。你剛剛在咬的時候，我已經看到那個湯汁滴下來了，所以很燙。但是呢，這裡的用餐環境呢，就是路邊電信局的旁邊小巷子，有一點點小蒼蠅，介意的人自己帶回家，外帶回家吃。男人的眼淚是騙不了人的。那我帮你擦一下。高雄不哭死神，在鹽林流下眼淚。你是汗水加淚水，汗水加淚水，好感動，好感動。嘴巴很燙，又很辣，但是又很好吃。你有注意到這一家，它是沒有泡菜的，它就是加小黃瓜。我們台中的臭豆腐很多派系都是這樣。我不得不說，我的臭豆腐版圖又一塊拼圖拼上去了。那一塊拼圖的名字上面寫着園林。我知道了，你是歌曲部發現新大陸，許倫部，姓氏請給我放在前面。許倫部發現彰化臭豆腐的新大陸。真的，它的派系是很獨特的，就是豆腐有點那種老皮嫩肉的感覺，嘿，外面是很酥的，然後中間它嫩的部分很多。我高雄不哭死神，在這邊流下眼淚，超太辣太燙了。還有一個評論重點，刮不刮嘴？完全不刮，因為是老皮嫩肉型。外面酥皮的部分並沒有很多。因為你看，像台中的臭豆腐啊，其實它外面酥的部分，其實那個酥殼是比較厚的，但他們家的酥殼是很薄的，裡面大部分吃進去的口感是很水嫩的豆腐。哇！所以我剛剛一咬下去，才被賞了那2巴掌，因為我不知道裡面那麼燙，然後它那個辣醬又很辣，又被賞了4巴掌，然後這個小黃瓜就是在安慰我，真爽啊！就是撫慰一下我受傷的心靈，但是非常好吃。難怪生意這麼好，剛剛翻桌率超級快。臭豆腐的拼圖，園林。咔嚓拼上去了，沒吃過這個派系的人自己來試試看。然後它最低一次要點2塊，然後2塊是35，3塊是55，吃越多越划算。我已經覺得很便宜了，這樣1份55，非常的便宜。可以。但是我最後還是要補充一下啦，我覺得他們家這家的派系啊，如果你是喜歡那種很傳統的、重視臭味的臭豆腐的話，我覺得它不是那種類型。它辣椒真的很辣，你喜歡辣的朋友，你一定會喜歡。一定要加辣椒，辣椒超香、超辣、超帶勁。来到了園林，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任務，就是要來盲測他們的雞爪。傳說呢，園林的雞爪、滷雞爪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百家爭鳴。
我們今天精選的3家人人推薦的店。雞爪博士今天來到員林，我就好好的試一下他們的味道。我們這次挑了3家，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黑竹園的門口。黑竹園是那個員林在地知名的雞爪創始老店。它的位置呢是在百果山附近，是比較遠離市區一點點。不過呢，它的這個服務真的很好，它的停車場很大，前面又有一個很大的空地可以吃東西。然後我們另外2家呢，還有一家叫做皇家雞爪凍。皇家的服務態度真的是非常的棒。最後一家是番薯市。番薯市是在市區裡面，非常難停車。首先外表的部分，他們的雞爪應該都是用放山雞，因為他們的爪抓，你看一下，员林的雞爪有一個特色，你看它後面那個骨头都去掉了，這個地方都拿掉了，這個手臂的部分。它只剩下那個掌的部分，而且它们的掌都是蠻大只的，所以我猜应该是放山雞的，它不是一般那種肉雞小小只的那一種。他們雞爪我剛剛看到的時候還跟許先生說，怎麼奇怪，他們養的比較肥，是不是？爪爪都很大嘞。剛剛在買的時候沒感覺，但現在擺出來放的時候，顏色都不一樣，色澤都不一樣。這個是有點偏紅，然後這個是比較偏黑，然後這個是比較偏淡雅的那種感覺。而且他們的風格啊，你看那個洞，每一家洞結起來的樣子也都不太一樣。先給你試試，試試看看。我們先從最右邊，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我知道，不扣。我要先從最右邊這個開始。這個呢是裡面色澤比較淡一點，不過它是裡面雞爪最肥的。這一集真的會一直看你這樣呸呸呸，一直聽我在啃雞爪。我要從第二個，這看起來顏色最深哦，吃看看。而且我都吃中指的部分。你是中指嗎？不要罵人。第二家呢，色澤比較紅，不過它的洞啊，它的洞非常明顯，不規則呈現在它的雞爪上面。這是第3家，第三家是顏色最深的。以外表評論來說啊，我覺得第3家色澤看起來很好吃。後面的店員在看我啃雞爪，然後笑得很開心，很尷尬。我聽說假日的時候，很多人買了雞爪就在外面這裡啃，就在這邊啃起來，是不是？很讚欸。我們現在車停在他們停車場，現在沒人，我怕他把我車關在裡面。我覺得最左邊這個贏了。這個最好吃嗎？第一口的感覺，可是我跟你講有一個可是，但因為我知道他如果吃3隻以上，他會過鹹。因為我現在只有各吃1口而已，對，它的鹹度跟味道是最重的，所以我現在非常有感覺，就是這一間。這是哪一間？我先跟大家揭曉答案。最右邊這個呢？我的左邊，你的右邊。我先跟大家揭曉答案。顏色最深這個啊，是黑竹園。就是黑竹園本人哦。是。我坐人家門口這樣子，沒有得罪了。聽說他們的雞爪啊，是老闆從士官長當兵的時候，士官長教他的啦。我再啃一口，我再啃一口。中間比較紅的這個呢，是皇家的哦。中間這個它顏色看起來是最不一樣的，它是有點偏粉紅色的那種感覺，可是我覺得它的味道稍顯淡雅了一點點。相較之下，其實因為我們這間在門口的時候，我們有試吃。其實，在門口試吃的時候，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可是現在放在一起比較，我覺得它有點吃虧。皇家比較像是日常會吃的滷味。對，我剛剛只有吃它的時候，我覺得味道是 OK 的。然後他們家的那個雞胗很好吃。我們剛才在門口試吃一個雞胗很脆。最左邊這個啊，第3家顏色比較淡的這個是番薯市的，它的味道鹹度我覺得在這3家的中間。但是我比較想問，他們3家的味道口味，除了鹹度之外，有沒有比較特色的地方？番薯市它有一個辣椒的味道，它是比較辣的，不會辣，它有一個辣椒的香氣，但是它沒有那個辣椒的辣度。番薯市我覺得是這樣，然後番薯市的鹹我比較沒有那麼愛，我這樣講好像不太比較保守一點，它的鹹度不是我喜歡的那種類型，可是它有一個淡淡的辣椒味道，我蠻喜歡的。這3家呢，是不是都可以輕易脫骨呢？可以，他們的滷的洞都已經很漂亮，我覺得滷的功夫都不錯，只是口味真的不太一樣啊。我自己吃完的話，我會投黑竹園一票。價格也提供這邊給大家啦，這2家都是170，黑竹園呢是180，重量也都不太一樣，你們自己評估。目前最重的啊，應該是番薯市的。以 CP 值來說，番薯市的是最划算的。然後皇家呢是服務態度最好的，皇家服務態度極好，而且味道淡雅，我覺得吃一整盒你不會膩，耐吃。然後黑竹園呢是第一口就會驚豔的味道，第一口那個鹹香鮮就跑出來了。不過價格也是最貴的，停車方便。員林人應該都有各自的名單，你們也可以下面留言告訴我們，你們最喜歡吃哪一間？還有哪一間我沒吃到的，也可以跟我們講。雞爪博士立刻前往。我們要來吃晚餐，富味梅。
我們的菜都上來了。今天我們點了一個蔥爆，這個是蔥爆牛，蔥爆菲力牛，蔥爆菲力牛，跟我一個鳳梨蝦球。它的鳳梨蝦球啊，跟我們一般在海產店、熱炒店看到的不一樣，他們的好精緻哦。上面的醬不是美乃滋，是他們特制的醬料，旁邊還給我放了鳳梨。他那一塊鳳梨把肉挖掉，他沒有浪費，他把鳳梨全部留給你。好感人哦！我們除了點的主餐之外啊，他們家可以加150塊，就可以升級這種6公格的小菜。裡面呢有毛豆、泡菜，還有水果，跟一些北菜肉。然後這個是那個類似喜宴的那種花好月圓炸豆腐。它的菜擺盤都很漂亮。許先生剛剛說啊，他們的這個牛肉蔥爆牛啊，非常有鍋氣，是好吃的。蔬菜跟牛肉的熟度都非常好，就是牛肉它切這麼小塊，但是它不會過老，然後蔬菜的脆度很好。難怪這間生意這麼好。這間它其實啊有1、2樓，我們剛剛看2樓已經被包場了。我進來的時候就可以感覺到了，它為什麼生意好，擺盤漂亮，東西有鍋氣又精緻。你看這個打卡王美麗超愛的。最重要的是，為什麼今天晚餐我們會來吃這家？因為它有停車場。哎，对，在园林這邊居然還有自己的停車场，我先給一個推，它活該生意好。這個是活該生意好的企業，活該生意好企業。這個真的很漂亮，它下面是滿滿的鳳梨，下面也是嗎？滿滿的鳳梨，你自己看，這裡啊，全部都是鳳梨。你覺得你那一道比較好吃，是不是？可是我覺得我的蝦球啊，如果是女生來，一定會很開心，因為它超級漂亮。它的蝦子啊，是那種大蝦仁，Q 彈的大蝦仁。這一道是有點鹹甜的那種味道。難怪點菜的時候，小姐跟你說沒有白飯哦。那個如果你单點主餐是沒有白飯的，他就是要跟你強調這個有多下飯。他們家的菜啊，味道都是稍微下飯款的。你如果來就一定要點白飯。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員林美食一日遊啦，我們最後就結束在我們味美的美味晚餐之下啦。今天吃完员林美食，我真的覺得员林是美食之都，而且员林的美食物美價廉，料多澎湃，讚讚讚！如果有什麼是我們這次沒有吃到，你想推薦給我們的，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們，我們下次一定會再來。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我要帶着我的雞爪跟蛋黃酥回家給我家人吃，那我們下次見啦，拜拜。炸。你也想吃啊？